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宰相叶枫近年居功自傲，怠慢政务，更兼昨日无端掌国有功之臣薛怀义，实乃德行有亏，难堪大任。即日起罢免其宰相之位，由薛怀义接任宰相，钦此。这是哪儿啊？这是穿越了，成了大夏宰相，开局就被罢免。原主叶枫权倾朝野，门生故吏遍布天下，百万大军听其号令，我这是大权在握呀！皇帝怎么敢罢免我？不对劲，这很不对劲！皇帝难不成有我的把柄？倾城，我答应容忍你100次任性，为你做100件事。我靠，大夏第一权臣，活成了天下第一舔狗！原主，你脑子被驴踢了吧？30岁头发都白了，命都快搭进去了，就换来了他为了个小白脸把你罢免。啊！检测到宿主强烈的不甘与觉醒意志，舔狗觉醒系统绑定成功。只要宿主做出违背舔狗人设的行为，即可获得觉醒值。觉醒值累积达标，可解锁关键奖励，助宿主逆天改命。首次累积达标将修复身体暗疾，延寿50年。系统修复身体，延寿50年。好，这破舔狗谁爱当谁当。叶枫，接旨吧。昨日你打了怀义，朕念在旧情，未当场惩处。今日罢你相位，你可有异议？叶丞相，哦不，贱民叶枫，陛下开恩只是罢官，您可莫要再惹陛下生气了。昨日您赏在下那一巴掌，可是让在下记忆犹新呐。怀义哥哥，昨日那一巴掌，朕允许你今日当众还回去。多谢陛下。哼，叶枫，这一巴掌你可接好了。宿主拒绝羞辱并进行强力反击，觉醒值加50。陛下您看到了吗？他敢打我，他违抗陛下的旨意，他要造反呐！叶枫，你放肆！当着朕的面行凶，你真要造反不成？造反？沈倾城，我就算是要造反，你又当如何？宿主公然挑衅女帝权威，觉醒值加50。叶枫，你真以为朕不敢杀你吗？叶丞相竟然长官陛下，这是大逆不道啊！你胡说什么呢？这昏君我早就想打他了，叶丞相打得好啊！没错，昏君该打。你居然敢打朕！宿主完成隐藏成就，长乖女帝，觉醒值加100。当前觉醒值首次累积达标，奖励发放，修复身体所有暗疾，延寿50年。延寿50年，爽啊！叶枫，你竟然敢打陛下，你简直大逆不道！你就不怕陛下从此再也不理你了吗？下贱的婢子，忘了当年是谁救了你吗？如今也敢对我王妃！宿主打脸白眼狼，觉醒值加50，当前觉醒值250，下一奖励武道大宗师修为。皇上说，学生在，老师有何吩咐？薛怀义南宫婉儿殿前失仪，以下犯上，该当何罪？回老师，二人对老师不敬，纵横欺君，按律当诛九族。那就按律办吧，地主鸡蛋都得给我咬散了，蚯蚓都得劈成2半，一个不留。是，学生明白。陛下，陛下，陛下！叶枫，你不得好死！宿主铁血处置仇敌，觉醒值加50。叶枫，你怎么变成了这样？你答应过我的，要容忍我100次任性，你就不怕我再也不理你了吗？舔狗不得好死，古人诚不欺我。沈倾城，你真把我的好当成理所应当了。你还记得10年前吗？蛮族兵临城下，是谁带着3千残兵击退了蛮族大军？你忘了5年前宁王造反是谁替你斩杀反贼？你忘了3年前江南水患，瘟疫横行，
百姓揭竿而起。是谁替你稳定民心，安抚百姓？而你沈清城，为了讨好薛怀义这个面首，不顾天下百姓，更不顾我的付出，要罢我的官，还想要我的命！叶枫，那是你自愿的，你答应过朕要容忍朕的100次任性，这是第100次，你不能反悔。自愿？好一个自愿！沈清城，你的任性到此为止了。这皇帝你若是当腻了，当了那就换个人来当。宿主彻底撕毁舔狗协议，觉醒值加100。殿下，陛下难道要造反？老师，您终于觉醒了。老师，这废物女帝昏聩无能，学生等忍她很久了。请老师登临大王，顺天，只有您才有资格成为这大夏之主。女帝无德无能，何该退位？女帝退位，女帝退位！你们一群乱臣贼子，真以为朕不敢杀你们吗？来人，来人啊！李将军，快将这些反贼给朕通通拿下，就地正法！叶枫，你死定了！李将军在此，你还想造反？李凌凤，你想干什么？李将军，陛下说我要造反呢。义父，孩儿李凌风即麾下3万禁无畏，只听义父一人之命。义父，天冷，孩儿恳请您加件衣服。正是黄袍加身。这龙袍太重了，穿着累得慌。我叶枫行事何须这等虚名？宿主拒绝黄袍加身，格局提升，觉醒值加100，当前觉醒值500，奖励5道大宗师修为。沈清城，你看好了，这满朝文武皆是我的门生，这天下兵马皆听我号令。这大夏的江山是我叶枫一手打下来的，你凭什么罢免我？谁给你的底气？沈清城，你好自为之。老师，今日之事，已是箭在弦上，外官归心，将士用命，正是您登临九五，君临天下的最好时机。是啊，老师，那昏君如此待你，仁至义尽，这皇位您不做，谁有资格做？义父，龙袍虽未加身，但孩儿以3万禁无畏，只认您一人为主。只要您一声令下，这皇宫顷刻便可易主。登基称帝，我叶枫当年在先帝榻前亲口承诺，辅佐沈清城，保大夏江山稳固。今日他沈清城要罢我官，要杀我，你们真以为他仅仅是凭着一时任性，或者薛怀玉那个废物的几句谗言？他敢这么做，必然是有所倚仗。我猜是赵宁皇要回来了。北境女战神霓凰郡主，他不是正在北境与蛮族对峙吗？是，赵霓凰统领30万边军，更是战力彪悍的武道宗师。更重要的是，他与您关系匪浅。赵霓凰和我关系匪浅？叶枫哥哥，你是个好人，但我喜欢的只有怀义哥哥。靠！卷住你这个死舔狗，竟然舔了不止沈清城一个人，你还是这赵霓凰的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你真是舔狗界的楷模，活该你30白头。检测到宿主对原主舔狗行为的深度鄙夷，觉醒值加200，当前觉醒值700。下一阶段奖励大雪龙旗5000。大雪龙旗，传说之中的天下第一旗，1万50万的血骑兵，太好了！皇上说不好了，薛怀义和南宫婉儿在押赴刑场之中被人劫走了。什么？何人如此大胆？京城之内谁敢劫法场？是霓凰郡主，他带着亲卫强行救走了薛怀义和南宫婉儿。赵霓凰吗？回来的真快，看来沈清城的依仗终于到了。我要杀的人，天王老子也保不住，赵霓凰也不行。宿主意志坚定，拒绝妥协，觉醒值加100。义父，孩儿这就点齐金无畏，包围郡主府。不必，控制皇宫，稳定朝局，我亲自去区区5道宗师而已。以我大宗师的实力，
顷刻镇压。去想办法给宁皇传信，告诉他叶枫疯了，他要造反，他要杀我们的怀义哥哥。叶枫，你竟敢如此对朕！等霓凰回来，朕要你跪着求饶！霓凰妹妹，幸好你回来了。叶枫他疯了，他要杀我！君主，叶枫当众殴打陛下，逼迫退位，他这是要造反呢！他简直罪该万死！怀义哥哥放心，有我在，叶枫不敢把你怎么样。他不过是在闹脾气罢了，婉儿姐姐也不必担心。叶枫哥哥的性子我了解，等他想通了，自然就会向陛下认错。他以前不也这样？报！叶枫已到府门外，仅一人。看，这不是就来了，想必是来向我解释或者求援的。你们在此等候，我去就来。叶枫，你这次闹的未免太大了，还不快去向倾城姐姐认个错？认错？我何错之有？何错之有？你要杀怀义哥哥，就是最大的错。我知道你不会造反的，别胡闹了。赵霓凰，没有想到薛怀义那个废物在你心中这么重要。叶枫，我不许你这么说怀义哥哥，速速跪下给怀义哥哥道歉。看在你我往日情分上，我或许还能帮你说几句好话。跪下道歉，他也配？赵霓凰，把薛怀义和南宫婉儿交出来。叶枫，你这是什么态度？信不信我再也不理你了？赵霓凰，是不是给你脸了？我再说一遍，交出薛怀义和南宫婉儿。叶枫，我命令你立刻自负双手，一步一跪向陛下请罪，然后把你的人都撤了，否则别怪我不念旧情。命令？赵霓凰，你以为你是谁？叶枫，你怎么变得如此胡搅蛮缠？为了这点小事，你就要造反？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小事？他沈京城要罢我官杀我是小事，薛怀义这等佞臣祸乱朝纲是小事。赵霓凰，你的眼里除了你的怀义哥哥，可还有半点是非公道？你可知他沈清城为了讨好薛怀义，要拆毁千户民宅，修建摘星楼？你可知他听信薛怀义谗言，当庭杖杀3位为民请命的御史？你可知国库空虚，他却拨款100万两为薛怀义修建王府？你可知昨日他纵容薛怀义对我极尽羞辱，今日更是直接罢我相位，要夺我性命。宿主当众揭露女帝昏庸与薛怀义奸佞，觉醒值加100。你强词夺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况且怀义哥哥是待我真心，哪像你权欲熏心，你永远比不上怀义哥哥。明晚不了，交出薛怀义，否则我亲自进去拿人。叶枫，你敢！你今天要是敢动怀义哥哥一根汗毛，我就跟你拼了！从今往后，你我恩断义绝。赵霓凰，为了一个小白脸，你要跟义父恩断义绝？你忘了当年赵家满门被蛮族铁骑屠戮，是谁在尸山血海中把你救出来的？是义父。你忘了你初入军营懵懂无知，是谁不眠不休，亲自指点你兵法谋略，将一身所学倾囊相授？是义父。你忘了3年前北境大战，你孤军深入陷入重围，是谁单枪匹马闯敌阵？为了替你挡下致命一剑，差点命丧黄泉，还是义父。就连你现在统领的30万边军，都是义父信任你，亲手将兵符交到你手上。没有义父，赵霓凰早就成了一堆枯骨，何来今日女战神的威名？恩情是恩情，但他叶枫现在要杀我心爱之人，就是不行。他若还念旧情，就该乖乖听我的话。哈哈哈哈！好一个恩情！赵霓凰，你口口声声忠君爱国，那你可知你赵家满门究竟死于何人之手？你说什么？你父亲赵擎天功高震主，是先帝下密旨以谋反罪名将你赵家满门抄斩，而非蛮族所杀。不可能，这都是你骗我的。你骗我！你效忠的沈家是你的灭门仇人，你维护的薛怀义是渡国之宠。赵霓凰，你才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主。就算如此，陛下待我如亲妹妹，怀义哥哥是我一生挚爱。今日你也休想动怀义哥哥！叶枫去死！
义父小心！武道宗师很了不起吗？不可能！你明明不会武功，你怎么可能是武道大宗师？这绝不可能！这世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现在还要拦我吗？宿主以绝对武力镇压宿敌，觉醒值加100，当前觉醒值1000，奖励大雪龙骑5000。陛下，好消息啊！听说霓凰郡主已经回来了，他救下了薛怀义和南宫婉儿2位大人。霓凰回来了，好啊，太好了！他竟然会帮我杀了叶枫那个乱臣贼子！陛下，光靠霓凰郡主一人真的行吗？那叶枫毕竟权倾朝野，连李将军都是他的义子，对他忠心耿耿。放心，朕既然要对付叶枫，自然留有后手。叶枫若是乖乖让位给怀义哥哥，我还能饶他一命。但他竟然敢造反，他必须得死！朕许诺割让蛮族10座城池，想必蛮族大军快到了。等蛮族大军一到，叶枫必死。义父，您竟然是大宗师，孩儿竟从未知晓。义父太强了，有如此武力，再加上滔天权柄，这皇帝就该义父来当。薛怀义、南宫婉儿，你们给我滚出来！林峰，将这2个罪魁祸首拿下，押入天牢最深处。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探视。是，义父。霓凰妹妹，救我！霓凰妹妹，你快救救我呀！叶枫他会杀了我的！叶枫，不要，求求你，放了他！你不能杀他！怀义哥哥，他是我的一生挚爱，你若杀他，我赵霓凰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我去，原主舔赵霓凰舔到30白头，赵霓凰转头去舔薛怀义这个贼王，这他妈是什么9级舔狗？这女兵设计的舔狗逻辑真是感人至深。检测到宿主对当前畸形情感关系的深度无语与鄙夷，觉醒值加100，当前觉醒值1100，下一阶段奖励无双神将卡。报！丞相，大事不好！北境急报，蛮族昭和公主亲率10万铁骑绕过边防，兵锋直指京城，现已陈兵城外50里。什么？蛮族打来了？10万铁骑，怎么可能毫无征兆突袭京城？那蛮族昭和公主派使者喊话，要丞相您，要我如何？要您立刻交出薛怀义薛大人，并自缚双手出城请罪，否则他便要踏平京城，鸡犬不留。这个靠着谄媚女帝上位的小白脸，怎么会和凶残的蛮族公主扯上关系？看这架势，蛮族公主竟是为了他不惜发动国战，兵临大夏国都。这小白脸简直祸国殃民了！什么鬼啊！蛮族公主怎么都来了？而且她怎么知道我要杀薛怀义的？这薛怀义难不成是天命之子吗？就算是女频小说，也不能一点逻辑都不讲吧？薛怀义啊，薛怀义，我倒是小瞧你了。蛮族公主为了你连10万大军都打来了，那就用他们试试我的大雪龙骑军。丞相之人听着，我那蛮族昭和公主乌兰珠，速速将薛怀义交出来，再让叶枫跪至我阵前谢罪，否则今日破城，鸡犬不留！蛮夷之人，胆敢口出狂言！乌兰珠，3年不见，你就是这样报答故人呐？叶枫，少废话，立刻将怀义哥哥交出来，他是我的天命之人，你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必踏平京城，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乌兰珠，当年你叔父上位是我救的，助你联络旧部平定内乱，如今你恩将仇报，这就是你们草原的规矩。叶枫，你助我，不过是因为你喜欢我，贪图我的美貌，但是你在我心中根本比不上怀义哥哥一根手指头。我靠，哪来的自信啊？这原主到底是有多不挑食啊？连这种蛮横霸道的草原蛮子都舔过，我真服了。这舔狗雷达是覆盖全地图了吗？检测到宿主对原主广泛而盲目的舔狗行为产生强烈吐槽欲，觉醒值加100，当前觉醒值1200。更何况
我草原的规矩从来都是强者为尊，弱肉强食。你大夏如今在我10万铁骑面前就是待宰的羔羊，不要妄图用那点陈年旧恩来裹挟本公主。好一个强者为尊，我倒要看看如今有我在，你如何攻破国都。叶枫，你真是不知死活，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如今国库空虚，只有3万金无畏，你如何能挡得住我的10万铁骑？哦，对了，忘了告诉你，我此次出兵是你家大夏的女帝陛下亲笔密信，许诺割让北境10座城池，请我来杀你的。叶枫，连你效忠的皇帝都要你死，你做人也真是太失败了吧！早知道女帝昏庸，但没想到她竟能无耻到引狼入室、割地卖国的地步。这样的女帝，简直罪该万死！要是叶丞相当皇帝就好了。这个昏君，居然不惜割让城池，要让蛮族入境来杀义父，简直无耻至极！原来如此，用10座城池换我叶枫1颗人头，看来我叶枫的命还挺值钱啊。但是今日有我在，谁也别想动我大夏百姓一根汗毛。就凭你妄想对付我10万大军！乌兰珠，你要救薛怀义？不错，立刻将怀义哥哥毫发无损送还，然后你叶枫跪行至我阵前，叩首百遍，本公主或可大发慈悲，留你前世。乌兰珠，你口口声声草原规矩，强者为尊，那我问你，你所谓的天命之人薛怀义，他强在何处？是文能安邦，还是武能定国？或者只是擅长甜言蜜语哄骗女人？你住嘴！怀义哥哥的好，岂是你这种只知耍阴谋诡计的卑鄙小人能懂的？他心地善良，救我于危难。救你？当年他不过施舍了你一个发霉的馒头，这若是救命之恩，那我大夏边境每年接济的草原流民，岂不个个都是你蛮族的天命之人？好你个叶枫，居然敢让本公子吃馒头！哼！馒头，谢谢恩公。咦，哪来的臭乞丐？给我滚开！我不是小乞丐，我是公主。你要真是公主，那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报答我。我一定会报答你的。你不妨问问你身后的草原勇士们，他们抛家舍业跟随你南下，难道是为了帮你抢回一个草包面首？叶枫，你住口！休要在此妖言惑众，乱我军心。怀义哥哥的品性岂容你智慧？你分明是嫉妒他才华出众。嫉妒才华？好，乌兰珠还有草原的诸位，今日就让你们亲耳听听，你们公主眼中的怀义哥哥，在我大夏都城究竟是何等的才华出众。带上来。说将薛怀义在京城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大声说给城下的公主和万千勇士听，有一字虚言，立斩不赦，株连九族。丞相饶命啊！薛大人就是陛下的面首。去年黄河决堤的80万两赈灾银，薛大人一人就摊没了50万两，淹死百姓数万。薛怀义他歹毒至极，只因新来的小宫女侦查时溅出一滴，他就命人将那宫女活活鞭打致死。他还常说蛮族女子粗俗不堪，若不是看在乌兰珠手握兵权、名存豪迈的份上，他连看都懒得看一眼。说什么以后等大夏军队挥师北上，他要亲自将那蛮族公主乌兰珠掳来当营妓，赏赐给士兵玩弄。住口！你们这些低贱的奴仆，定是受了叶枫指使，污蔑怀义哥哥。哈哈哈！污蔑！乌兰珠，你口中的天命之人，不过就是一个靠着谄媚女人上位、心胸狭窄、祸国殃民的小白脸。你堂堂蛮族昭和公主，统领10万铁骑，竟然为了这么一个废物兴师动众，犯我边境。乌兰珠，你的眼光真是差得让我大开眼界。草原明珠不过是个被小白脸迷了心窍的糊涂虫。宿主当众无情揭露薛怀义真面目，并犀利嘲讽蛮族公主，觉醒值加300。当前觉醒值1500，奖励无双神将卡1张，是否立即使用？系统，给我使用！恭喜宿主获得无双神将赵云。无双神将赵云，常山赵子龙，6啊！大指龙旗正好缺个统帅，赵云再合适不过了。叶枫，你找死！给我杀！攻破城池，鸡犬不留！我要亲手把你碎尸万段！攻城！给我踏平京城！活捉叶枫者，赏万金，封万夫阳！杀呀！杀！
今无畏公奴手准备，滚木雷石，誓与京城共存亡。誓与京城共存亡。杀！10万铁骑声势不下，可惜乌合之众。义父，敌军势大，不如让孩儿带骑兵出城冲杀一阵，挫其锐气。不必，杀鸡焉用牛刀。凌风，你守好城墙即可。系统啊，提取奖励：大雪龙骑5天，无双神将赵云。奖励大雪龙骑5000，无双神将赵云已发放，请宿主指定投放区域。就那里吧。大雪龙骑出发！这是我的人。拦住他们！金阵，拦住啊！长生赵子龙在此，挡我者死！那到底是什么怪物？为什么他们没有半点预警？叶枫从哪里弄来这样的骑兵？公主，策翼已破，那支白甲骑兵正向中军袭来，我们被夹击了。传令，前军变后军，交替掩护，向东北方向撤退。众将士，随我直取敌酋！杀！蛮族公主，我家主公请你一叙。义父神机妙算，您竟然提前埋伏了这样一支无敌的骑兵，这真是神兵天将啊！打扫战场，收敛我军将士遗体，后加抚训，蛮族俘虏另作处置。乌兰族公主，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你的天命之人了。叶枫，要杀就杀，休想折辱于我！杀你？不行，带薛怀义、南宫婉儿。乌兰珠公主，快救救我，让叶枫放了我！我是怀义啊，你答应过要保护我的。看，你的天命之人在向你求救呢。怀义哥哥，怎么会如此毫无骨气？不，肯定是叶枫逼迫的。怀义哥哥，你别怕，我一定会救你的。叶枫，你还不赶紧放了我！公主殿下前来，肯定是她打进了京城吧？打进京城？你瞎呀？没看到他现在是我的俘虏吗？薛怀义，蛮族大军已经败了，事到如今谁也救不了你。不可能，这怎么可能的？乌兰珠，你怎么这么没用啊？10万大军都打不过叶枫，你害死我了！薛怀义，你当着乌兰珠的面说清楚，你与他究竟是什么关系？你是否与他勾结，对他山盟海誓？叶下明鉴呐，我心中只有陛下一人，怎么会勾结这个蛮夷女子呢？怀义哥哥，你不是说你最爱的只有我一人吗？乌兰珠，你不要纠缠我，我心里只有倾城陛下一人。这个蛮族女子粗野不堪，我怎么可能看得上你？我可没有勾结你，是你自作多情，非要带兵来救我。叶下，我没有勾结蛮族，我是清白的。乌兰珠，怀义哥哥心中只有陛下一人，你就不要自作多情了。听见了吗，我的昭和公主？你为了薛怀义这个小白脸，不惜发动国战，牺牲10万草原勇士性命，可人家却觉得你粗野不堪，骂你自作多情，你的真心在他眼里一文不值。原来是我自作多情，我一直是个笑话，天大的笑话。将薛怀义、南宫婉儿押回天牢，严加看管。明日午时，菜市口问斩。是。乌兰珠，你现在还觉得我是在嫉妒他、污蔑他吗？叶枫，你杀了我吧！杀你？想死很容易，但堂堂昭和公主，活着的用处更大。有用？那我威胁我父王，还是想羞辱整个蛮族？传信给你父王蛮族大汗，想要他保卫女儿平安回去，拿10万匹上等的汗血宝马来换，少一匹或者敢耍花样，就等着给他女儿收尸吧。什么？10万匹汗血宝马？另外，告诉他，沈倾城许诺的那10座城，我大夏1寸土地都不会让他趁早死了那条心。从今往后，蛮族部众不得再越雷池一步，边是贸易需按我大夏新规进行，否则我不介意让草原换个主人。如果我不愿意呢？那我就把你卖进青楼。堂堂昭和公主，想必很多人都会感兴趣。叶枫，你怎么这么无耻？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喜欢你？不可能！你越是这样，我就越会讨厌你。想让我喜欢你，就立刻放了我！还真是冥顽不灵啊，到现在都认不清自己的位置。来人，将昭和公主送去青楼。不要！
宿主成功击溃蛮族公主心理防线，觉醒值加100，当前觉醒值1600。这就是民心所向，这不比当舔狗爽10000倍吗？原主这个傻本。依父，是迷烟，薛怀义和南宫婉儿不见了。沈清城被废了还不老实，走去冷宫。叶枫，怀义哥哥和陛下我就走了，你这逆贼给我等着，他日必来取你首级。赵霓凰，他竟敢劫走废帝和侵犯，他疯了吗？依父，我立刻带兵全城搜捕，关闭所有城门。主公，看痕迹，他们离开已有一段时间，且行事周密，用了迷烟，恐怕早已不在城内。为了薛怀义，你竟然敢劫天牢？赵霓凰啊，赵霓凰，你这舔狗之魂真是深入骨髓，没得救了。好了也好，下次再敢出现在我面前，别怪我不客气。林峰，重点排查北境方向，通知各地关卡加强排查，但不必大张旗鼓搜捕，也不可过度扰民。是。那蛮族公主那边，严加看管，等蛮族大汉的回复。10万匹汗血宝马，少1匹都不行。至于沈清城他们，丧家之犬又能逃到哪里去？迟早会自己跳出来的。将士们，今日一战，扬我国威，破敌10万，生擒其主，此乃不世之功。相在此，谢过诸位浴血奋战的勇士，愿为丞相效死。有功必赏，所有参战将士赏银翻倍，阵亡者抚恤加倍，其家眷由朝廷奉养。有功将校，另行擢升封赏。丞相英明，万岁！万岁！云峰，稍后去户部支取赏银和抚恤银，尽快发放到将士们手中，不可拖延寒了将士之心。义父，户部恐怕一时难以凑齐如此巨款，先前军饷已有拖欠，此次赏赐翻倍，数额巨大。国库竟已空虚至此，不是刚抄到薛怀义的家吗？那些款项，填补历年亏空和应急赈灾尚且不足。义父，是否先发放一部分，余下不行，赏罚乃军国大事，信誉之本。说了翻倍就必须足额，立刻发放，不能让将士们流血又寒心。李凌风，孩儿在。你亲自持我手令，去户部找周文庸，让他3日内必须把首批赏银和所有阵亡抚恤银给我凑齐。若办不到，他这个户部尚书就不用干了。是，孩儿即刻去办。击败外敌只是第一步，内部财政这个烂摊子已经影响到了国家稳定，看来想当皇帝也不容易呀。老师，学生奉命清查国库及天下财富，情况十分不妙。说具体。近年来，沈清城与薛怀义奢靡无度，国库存银已不足100万两。而今年北方战事，南方水患赈灾，边防军饷，处处都需要钱。粗略估算，缺口至少在2000万两以上。天下财富并非凭空消失，钱都去哪儿了？下官细查之下发现，天下商贸近50%利润，最终都流入了苏氏商号。苏氏商号？不错，其主人苏媚娘，人称天下第一女首富。她掌控盐铁、丝绸、草运、钱庄等命脉行业，富可敌国。而且，据传她与朝中之人关系匪浅。苏媚娘不会又是原主跪舔的女人吧？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叶枫哥哥，谢谢你将盐业生意给我，你真是个好人。这苏媚娘还真是原主跪舔的女人，权倾朝野的钱和势都拿来给女人刷好感度了，竟然还被发好人卡了。检测到宿主对原主舔狗行为的深刻鄙夷，觉醒值加100，当前觉醒值1700，下一阶段奖励黄金1000万两。老师，这苏媚娘背景复杂，生意遍布天下，而且她本人极其精明，擅长钻营，与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动她恐怕……为什么不能动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区区一个商人，难道还敢造反不成？周文庸听令，学生在，以本相名义传召苏媚娘，明日5时上书省见，
就说本相有要事要与他叙叙旧。叶枫哥哥，许久不见，您风采更胜往昔，真是让人家好生想念呢。苏老板坐对面，另外这里是尚书省，请称职务。丞相大人日理万机，突然召见小女子，真是让媚娘受宠若惊呢。不知大人有何吩咐？若是缺钱，我苏氏商行必然鼎力相助。苏老板生意遍布天下，日进斗金，想必对天下大事也有所洞察。大人过奖了，媚娘不过是个做小本生意的妇人，赚些辛苦钱罢了。但是大人您如今肩负一国重任，想必开销甚巨，真是让媚娘心疼啊。这就开始暗示了，想让我像原主那样低声下气求你借钱，然后欠你人情，继续给你当保护伞？做梦！苏老板果然善解人意，不错。国库目前是有些紧张。国库紧张？若是如此，我苏氏商行愿意捐献给国库1万两银子。1万两银子，苏老板还真是大手笔。不过，本相今日请苏老板来，可不是要借钱的，而是想跟你算笔账。算账？大人与媚娘之间还有什么账目不清吗？周尚书，把东西给苏老板看看。这些年来，你苏氏商行偷税漏税，勾结官员，把持朝廷命脉，这一桩桩一件件，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你呢？丞相这是何意？这一定是有人恶意构陷。我苏氏商行一向守法经营，按时纳税，从来不做违法乱纪之事。构陷？每一笔都有人证物证。苏媚娘，你干的这些事，按大夏律，哪一条都够你抄家灭族，死上10次了。叶枫，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忘了你我之间的情谊？你答应过我，要为我做一切事情吗？情谊？苏媚娘，本相是大夏宰相，和你这个偷税漏税的罪人又能有什么情谊？你不过是将我当做一个有权有势的提款机和保护伞罢了。苏媚娘，你这套把戏在本相这里已经玩不转了。叶枫，你就算有证据又如何？我苏氏商号遍布天下，动了我，天下商贸立刻瘫痪，你承担得起这个后果吗？说完了，这就是你的底牌，用瘫痪经济来威胁我。苏媚娘，你太看得起自己，也太小看本相了。正好，本相正愁没有理由清理朝堂，谁跳出来，本相就砍了谁，看看是你的钱硬，还是本相的刀快。检测到宿主义正言辞拒绝舔狗行为，觉醒值加100，当前觉醒值1800。现在给你2条路：第一，限期1个月，补缴10年税款，按10倍计发，同时交出所有产业，由朝廷接管。如此可保你性命无忧。第二，本相立刻下令查抄你所有产业，抄家灭族。你可以试试，看看有没有人敢站出来替你求情。宿主彻底撕破女首富伪装，打脸女首富，觉醒值加100，当前觉醒值1900，下一阶段奖励黄金1000万两。丞相大人，媚娘知错了，往日是媚娘年轻不懂事，辜负了您一片深情，求您看在往日情分上，饶媚娘一次。你想对媚娘做什么都可以。在原主记忆里，这女人最善此道，以暧昧肢体接触和眼泪吊着原主予取予求。苏媚娘，你这副样子让我觉得很脏，你这般作态与青楼女子有何区别？收起这套把戏，我没兴趣。月老，难道你真的要这么狠心吗？你忘了我们之前花前月下私定终身吗？狠心？这是你苏氏商行早就该付出的代价。苏媚娘，1月为期，补足所有税款，上交核心产业。逾期或耍花样，我保证苏氏商行片瓦不留。你真的？宿主无情粉碎女首富终极色诱，使其彻底崩溃臣服。觉醒值加100，当前觉醒值2000，奖励黄金1000万两，已发放至系统空间。1000万两黄金，正好填补国库亏空。苏媚娘，你的利用价值也就到此为止。米价暴涨10倍，还让不让人活了？这价钱谁能吃得起啊？官府呢？皇上呢？难道不管我们死活了吗？丞相，大事不好！何事惊慌？那苏媚娘非但未遵从您的命令，
反而操控民生必需之物，价格已暴涨10倍有余。如今市面一片混乱，百姓抢购无门，怨声载道。长此以往，恐生民变呀！涨了10倍，他这是想用民心民怨来压我，逼我就范。正是，如今街头已有议论，说朝廷无能，丞相昏聩，才让奸商横行，百姓遭殃。御史台那边恐怕很快就会有弹劾奏章上来了。这毒妇！义父，不如直接派兵查封苏氏所有商号，将他下狱。下狱？不，他不是喜欢涨价，喜欢玩奇货可居的把戏吗？那我就成全他，跟我比钱多。系统刚送来的1000万两黄金，正愁没地方用呢。苏媚娘，你想用经济战逼宫，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降维打击。丞相，今日早朝已有3位御史当庭痛陈商贾乱政，民生疾苦，言语间已暗指中书应对不力呀。京城米价也逼近1两银子一斗，百姓围堵衙门，再不平抑物价，恐怕要出事啊！义父，不能再等了，必须立刻采取强硬手段。那不正中了苏媚娘下怀？她就是想逼我们动用暴力，坐实朝廷与民争利、迫害商贾的罪名，到时她振臂一呼，勾结更多势力，才真的麻烦。可若任其发展，民怨沸腾，最终这骂名还是落在丞相和朝廷头上。更关键的是，国库无银，无计可施啊！谁说要动国库的钱了？系统提取1000万两黄金，兑换成足色官银，秘密存入内务府直属的假资密库。黄金已兑换，1亿两白银实物已安全存入指定密库，可随时凭宿主手令调用。周尚书，你持我手链，即可前往内务府假资密库，那里有1亿两白银。1亿两？丞相，这钱从何而来？此乃我秘密筹措，以备不时之需。今日之事，若有半句泄露，以叛国论处。是，下官明白。周尚书，你亲自负责，用这笔钱秘密从周边渠道大规模购入粮食、食盐、生铁。记住，要分散采购，秘密运输入京，存入朝廷官仓。是。同时严查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者，抓几个跳得最欢的奸商，以儆效尤，并张贴安民告示，平抑粮价。义父高明，我们暗中吸光他的货，明面打压他的势，等他库存耗尽，资金枯竭，便是砧板上的鱼肉。不仅如此，林峰，你派精锐暗卫严密监控苏氏各大银库或站，尤其是他秘密转移资产的路线。等他最疯狂、最得意的时候，连本带利给我一锅端了。是。天欲使其亡，必先令其狂。苏媚娘，你这是找死啊！东家，百姓骂声全都冲着朝廷和那叶枫去了。咱们仓库里的陈粮、此盐都按10倍高价放出去了大半。好，继续抛，看他叶枫能撑到几时。等他撑不住了，百官逼宫，皇帝问罪，他自然要跪着来求我。东家，咱们放出去的货虽然市面上抢得凶，但似乎有好几股神秘买家在背后大批量吃进，咱们抛多少，他们接多少。神秘买家，无非是些想跟着发财的巨贾。我苏氏100年积累富可敌国，就凭他们也想吃下我的货。继续抛。是。叶枫，我要你亲眼看着民心沸腾，要你跪在我面前求我救你。东家不好了！我们在京城及周边18处大仓的库存全部清空了。清空了？好，回笼了多少现银？回笼了近2000万两白银的货款。那货物呢？谁吃下了我们这么多货？查清楚了，是户部，是朝廷的人，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了海量的银钱，我们的货大半都被他们暗中买走了。不可能，绝不可能！叶枫他哪里来的钱？国库早就空了。东家，完了！朝廷突然发难，派兵查封了我们所有商铺，我们还没来得及转移的现银和账册全被抄没了。苏氏商行完了！丞相大人，婢女知错了，求丞相开恩，饶婢女一命吧。哦，苏老板这是唱的哪一出啊？本相不是给了你一条生路吗？
合作补税交产业。民女罪该万死，不该抗命，更不该要挟朝廷。民女愿交出一切，只求丞相留民女一条贱命。做牛做马，你能做什么？民女懂账目，懂经营，可以替丞相打理产业。打理产业？你那些产业现在都是朝廷的了。本相手下不缺懂账目的人。那民女可以伺候丞相，端茶倒水，铺床叠被，民女什么都可以做，求丞相给个机会。本相确实缺个通房丫鬟。通房丫鬟？我堂堂天下第一女首富，去给她当通房丫鬟。你若愿意，便留下，在本相身边做个丫鬟，以赎前罪。若不愿，门在那边，自谋生路去吧。自谋生路，恐怕我一出门就要被抄家灭族了。民女奴婢愿意，谢丞相不杀之恩。宿主成功惩罚昔日跪舔对象，觉醒值加500，当前觉醒值2500。下一阶段奖励：陆地神仙修为，天外飞仙剑术。陆地神仙？难不成这个世界还能修仙？谢丞相真是我大夏的救世主啊！那个昏君沈清城把咱们大夏搞得民不聊生，还要靠叶丞相稳定大局。是啊，听说那些钱粮都是叶丞相想办法弄来的。要是叶丞相能当皇帝就好了，叶丞相肯定是个好皇帝。丞相，如今天下大定，四海归心，此届丞相不世之功，然国不可一日无君。臣等泣血恳请丞相顺应天命，登基称帝，以安社稷，以慰万民。臣等附议，请丞相登基。义父，3万金吾卫，5000大雪龙旗，集天下100万将士，只愿追随陛下，开万世太平。请丞相登基。丞相，此乃各地百姓自发联名上呈的万民书，恳请丞相称帝，民心所向，天意如此啊！水到渠成啊！之前拒绝是时机未到，根基未稳。如今我大权在握，天下归心，这皇帝之位再推辞就是矫情了。既然天意如此，民心所向，百官恳请，朕便不再推辞。拜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拜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传朕旨意，昭告天下，即日起废大夏国号，定新朝国号为大乾，年号觉醒。朕叶枫即大乾皇帝位。拜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宿主登基为帝，建立大乾王朝，完成凡间前世巅峰成就，觉醒值加2000，当前觉醒值4500。当皇帝了吗？真不错，行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才不枉费我重活一世。原主那个死舔狗，不知道究竟舔了多少人。如今我当了皇帝，应该不用再当舔狗了吧？启禀陛下，皇后娘娘回来了。什么玩意儿？皇后？我哪来的皇后？玄珠，你该不会又当舔狗了吧？此处乃御花园内院，请问二位是？你为什么打人？打人？本宫打的就是你，瞎了你的狗眼，连本宫都敢拦，谁给你的胆子？我姐姐可是叶枫的夫人，当今皇后，皇宫以后就是我柳家的。这些贱婢还跪下磕头。二位，后宫重礼，无陛下谕旨或内廷令牌，不得擅入，请速速离开。反了你了！这看门狗也敢跟我狗叫！知道我爹是谁？云南侯，我姐不是皇帝，我就好好教训你！末将职责所在，只任陛下旨意与宫中规矩，若无凭证，请回。好，好得很！叶枫养的这些狗都敢咬主人了，你们等着！等我见了叶枫，非把你们这群不开眼的东西通通发配到边疆，不，通通打死！这不是陛下的原配夫人吗？
听说当初陛下落难，他跑得比谁都快。如今陛下登基了，又回来摆谱了。乔天的弟弟什么东西？谁在嚼舌根？给我站出来！看我不撕烂你们的嘴！何事喧哗？李凌风，你来的正好。这群奴才竟敢阻拦本宫和我弟弟，还对我等无礼，你可要严加惩处。原来是夫人，这皇宫大内规矩森严，他们也只是奉命行事罢了。什么夫人？李凌风，你要称皇后娘娘？叶枫呢？他怎么不亲自来接我们？信不信我让我姐姐再也不理他了？陛下正在上书房处理国事，陛下有口谕，若夫人与柳公子到了，可引至上书房觐见。让我们去见他？叶枫好大的架子！贱人，咱们走！狗奴才，回头再收拾你！姐姐，叶枫真的会答应让我当皇帝吗？那可是皇位啊！他敢不答应？当初咱们家不过是卖鱼的，叶枫为了许我，可是足足给了我10万两银子的彩礼，还帮爹当上了平南侯。我要什么他都会给我的，哪怕是皇位，他也会答应。姐姐说的对，等会儿看姐姐你的了。爹当了太上皇，我当了皇帝，姐姐你就是大长公主，咱们柳家才是这天下真正的主人。放心吧，叶枫我最了解。等会儿我稍微施压，他不敢不从。他也不是当皇帝的料，哪有弟弟你英明神武、真龙之姿？请二位在此稍候，容末将通传。快去快去，让叶枫快去出来迎我。陛下宣柳小姐、柳公子觐见，随行家仆不得入内。好大的架子！叶枫竟然不出来亲自迎接我们。贱人，我们进去。叶枫，你好大的本事，当了皇帝也不知道派人去接我回来，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夫人？这就是那个让原主为之如虎、百依百顺的母老虎。原主这个死舔狗，究竟留下了多少烂摊子给我？宿主鄙视原主舔狗行为，觉醒值加100，当前觉醒值4600。当初女帝要罢我相位时，夫人连夜收拾细软逃回平南侯府，还一纸休书休了我，生怕与我沾上半点关系。怎么如今倒成了在娘家担惊受怕了？你懂什么？我那是为你好，我回娘家是为了不让你分心，也是想让我爹在朝中为你斡旋。柳如烟，你父亲平南侯早就紧闭府门，对外宣称女儿已与我叶枫和离，再无关系，这就是你说的斡旋？如今我登基为帝，四海归心，你倒想起是我的夫人了，这算盘打得可真精啊！叶枫，你怎么跟我姐姐说话呢？我姐姐是你夫人，这皇位本来就有我们柳家一份。叶枫，我知道你现在是皇帝了，面子要紧，我也不跟你计较以前的事了。我这次回来是来帮你的。哦，帮我？怎么帮？你看你虽然是皇帝，但治国理政多辛苦，你又没学过真正的帝王之术，哪比得上我弟弟贱人？他自幼聪慧，是真龙之子。这样吧，你把皇位禅让给我弟弟贱人，我爹就尊为太上皇，你呢就赐你白银1000两，当个小财主，你也能轻松享福，这样对大家都好。让我把皇位让给你弟弟，封你爹当太上皇，让我当个小财主。你笑什么？叶枫，你可不要不识抬举，这事儿你不答应也得答应。李凌风，臣在。告诉他们，如今大前天下是谁掌权？大前天下唯陛下一人独掌乾坤，口含天宪，言出法随。满朝文武听谁的？文武百官皆对陛下忠心耿耿，唯陛下马首是瞻。天下百万代驾之事，听谁号令？100万将士只认陛下为主，愿为陛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听见了吗，我的好夫人？朕差点以为自己是个被架空了的傀儡皇帝，原来这天下权柄尽在朕手。那么问题来了，柳如烟，如今朕执掌乾坤，生杀予夺，你还有你们柳家，是哪来的狗胆敢这么跟朕说话？宿主报答柳如烟，觉醒值加200，当前觉醒值4800。你敢打我，叶枫你！叶枫，你竟敢打我姐，信不信我姐姐再也不理你了？李凌风，臣在。掌嘴。是。
柳氏一族教女无方，纵不骄横，今日更是咆哮御前，妄议神器，急于镇治江山，其心可诛，其行当灭。不说，传旨，柳氏一族抄家灭族。是。叶枫，我是你的结发妻子，一夜夫妻百日恩，你不念夫妻情分吗？你帮了我们这么多次，再多帮一次怎么了？是啊，姐夫，不就是个皇位吗？你怎么这么小气？无耻妇人，住口！陛下，臣斗胆细数柳氏罪状。讲啊！其一，柳氏为人妻，不修妇德，善妒骄横。当年义父身边稍有姿色的侍女，皆被其打骂驱逐，甚至暗中害死数人，此乃善妒残暴之罪。你胡说！其二，贪婪无度，以宰相夫人之名，纵容其弟柳建仁及柳家子弟，在京城及南方各地强买强卖，侵占田产，欺压百姓，此乃祸害地方之罪。其三，腹中不义，当年女帝猜忌义父，柳氏非但不与义父同心，反连夜席卷府中细软，逃回娘家，更让其父平南侯上书与义父切割，此乃背负弃义之罪。我当时是迫不得已，是为了不拖累你。其四，在陛下面前大放厥词，逼陛下禅让皇位，此乃大逆不道、谋逆篡位之罪。柳氏，你有何脸面提夫妻情分？陛下，夫君，我知道错了，求你看在往日情分上饶我一次，我以后一定安分守己，好好当你的皇后，求你，求你。安分守己当皇后，到了此时此刻，还在痴心妄想，以为朕会留你们柳家？你们柳家都下地狱去吧！李林峰，臣在。传朕旨意，平南侯柳章纵女行凶，教子无方，更兼有不臣之心。即日起，削去爵位，柳氏满门抄家灭族。柳如烟、柳建仁押入天牢，听候发落。遵旨。叶枫，我爹是平南侯，手握30万南方精锐大军，你敢动我们，我爹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他会起兵踏平京城，到时候你死无葬身之地。对，叶枫，我爹有30万大军，识相的赶紧放了我们，向我姐姐磕头认错，不然等我爹大军一到，定叫你粉身碎骨。我靠！原主，你这个死舔狗到底是有多极品？为了讨好柳如烟，竟然把30万精锐边军交给了他娘家爹掌控，这简直是自掘坟墓啊！检测到宿主对原主无底线舔狗行为的极致愤怒与鄙夷，觉醒值加200，当前觉醒值5000，奖励陆地神仙修为。陆地神仙吗？我感觉我好强，30万大军又如何？一剑灭30万大军，30万大军，兴南侯。哼，你们以为这就是你们的倚仗？当然，叶枫，现在认错还来得及。好啊，那朕就等着看看你们那位手握重兵的平南侯爹怎么来救你们，怎么来踏平朕的京城。先把他们押下去，好生看管，别让他们死了。是。叶枫，你不是人，你怎么敢这么对我？你放开我！我是皇后，我是皇后啊！对皇后不敬，你们要分诛九族！你们这些狗奴才，我是国舅爷，我要将你们都杀头，都处死！平南侯柳章得知京城变故及柳家被抄消息，必死，但其仓促起事，内部未比铁板一块，不足为惧。陛下，虽如此，30万大军毕竟不是小数，且占据南方富庶之地，若其据险固守或北上侵扰，皆是大患。主公，末将愿率大雪龙骑为先锋，直捣黄龙，擒拿柳章。不，平南侯要反就让他反，他反了，朕才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将这30万大军彻底收归朝廷，顺便清洗一遍南方主阵。是。叶枫小儿，安敢如此弃我柳家？真当我30万大军是摆设吗？侯爷息怒，如今陛下，叶枫已非昔日宰相，他登基为帝，掌控京城，更有传闻其麾下有一支神秘强军，不可小觑啊！是否从长计议？从长计议，在意我柳家就死绝了。他叶枫不仁，休怪我不义，传令下去，即刻起兵。侯爷，
就算是起兵，也要有万全的准备呀。咱们以什么名义起兵？当然是清君侧了。他叶枫敢废女帝，就是和天下人为敌，发檄文天下，集结大军，北上秦王。不是北上夺位。这皇帝他叶枫做的，我柳章为何做不得？等我攻破京城，定要将叶枫千刀万剐，救我儿女性命。是。陛下，急报！平南侯柳章已公然打出清君侧的旗号，集结南方30万大军，正急速北上。先锋一国南疆，距京城仅余800余里。主公，末将愿率大雪龙骑为先锋，必破其锐气，擒杀柳章。30万大军，柳章倒是舍得下本钱，他以为凭人数就能撼动天威。陛下，叛军来势汹汹，现南方边军久经战阵，不可轻敌。是否立即调遣各地秦王之师，据险固守，再突破敌人？据守？不必，朕亲自去会会这位平南侯。陛下，万万不可！御驾亲征也需时日准备呀。敌军势大，陛下乃万金之躯，不可以身犯险呐。谁说朕要带大军前去？朕一人足矣。30万大军，正好用尔等之险，助新皇无上威名，也让这天下人知道何为先凡之别。看，守军西落，人心惶惶。今日便是我等建功立业之时。擂鼓攻城！那是什么？人怎么会飞？我认出来了，他是皇帝，是叶枫。叶枫，你竟敢孤身前来送死，装神弄鬼，便能吓退我30万大军吗？放箭，给我把他射下来！聒噪！逃！这是天罚！快逃啊！天罚来了！我们不该背叛陛下呀！降者跪地免死，顽抗者犹如此君。赵云，末将在。跑掉的交给你了，要活的领命。魔鬼叶枫，他是魔鬼，不是人。平南侯柳章，陛下有令，特来请你归案，就凭你也敢拦我？给我冲过去，杀了他！大雪龙旗，冲锋！将军饶命！将军饶命啊！我愿意投降，我愿意献出所有家产，只求留我一条狗命。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混了，押赴京城，听候陛下发落。爹一定会来救我们的。等爹踏破京城，爹要让叶枫那狗贼跪在我们面前求饶。对，爹会来的。叶枫，你给我等着，等我爹来了，我要你跪在我面前求我。爹，你怎么会在这里？你的大军呢？爹，你是来救我们的，对不对？你是假装被抓进来的，对不对？完了，我们柳家全完了！叶枫，陛下，父亲，饶了我吧，我知道错了，饶我一命，别杀我！姐，你有点骨气，求他有什么用？大不了就是一死。骨气，都是你这个废物！要不是你让我当什么伏地魔，我会鬼迷心窍去逼叶枫让位吗？都是你害的，你这个扫把星！放屁！明明是你自己觉得叶枫配不上你，想换我当皇帝，现在却怪到我头上。我都是为了你，为了我？你是害了我！要是你安分守己，我现在就是国舅爷，父亲就是国丈，岂会沦为阶下囚？柳如烟，你不要脸！你敢骂我，我撕了你的嘴！来啊，怕你不成？都是你不安分守己，你还怪我头上！宿主以陆地神仙之威，一剑击溃30万大军，擒拿叛首，天下震慑，获得隐藏奖励
天外飞仙剑术，还有隐藏奖励。这天外飞仙剑术看起来很强啊！陛下，何事？陛下，再过半月便是中秋，臣是想请示，今年的中秋宴还照旧筹备吗？中秋宴，宫中惯例的节庆宴会，你们按例操办便是，何须特意请示？陛下，您忘了，设中秋宴是专门为天下第一剑仙青莲仙子李青莲筹备的。李青莲是谁啊？青莲仙子曾是您的老师，按往年旧例，陛下您会提前数月搜罗奇珍异宝，将所寻宝物献于仙子，并邀天下才子赋诗作词，歌颂青莲仙子。凡尘俗物，别想沾染我的剑心。我靠，又来！原主你还有完没完？现在又冒出个女剑仙，你这是集邮呢，还是专门挑战地狱级别舔狗难度？检测到宿主对原主高强度舔狗行为的极致愤怒和无语，觉醒值加300，当前觉醒值5300。下一阶段奖励真仙修为，破碎虚空。陛下，若您觉得不妥，今年办。为什么不办？不仅办，还要大办特办，规格要比往年更高，场面要比往年更盛。朕要好好款待这位青莲仙子。臣遵旨。只是陛下，青莲仙子她修为高深，已至陆地神仙之境，寻常宝物恐怕难入其眼。这贺礼之事，朕自有准备，必然会给他一个大大惊喜。不拒绝，不主动，不负责，想说必是供奉着。这女剑仙也不是省油的灯啊，原主不敢打的脸，朕来打；原主咽不下的气，朕来出。林峰，最近左右无事，朕准备微服私访，你陪朕出去走走吧。是。陛下您看，京城繁华，百姓安乐，这都是陛下您的功劳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这皇帝才算没白当。这不比当舔狗有成就感10000倍？陛下，这醉仙楼是京城文人才子最爱聚集之地，常有佳作传出。您要不要也留下1、2墨宝，让这些文人见识见识天家风采？算了，咱们今日是来体察民情的，就不讲这些文雅士的风头了。找个安静的位置，听听他们说些什么。顾云瑞顾大家来京城了。顾云瑞，莫非就是号称天下第一才子的顾云瑞？除了他，还有谁敢称顾大家？快去迎议啊！顾大家光临小店，蓬荜生辉，不知今日可有雅兴为小店留下一副墨宝？既然掌柜盛情，顾某便献丑了。白骨沉沙铁甲销，谁家新种对残桥？春风不度边城柳，却绿京城12桥。好气魄！顾大家此时雄浑慷慨，当付1大百。多谢顾大家，今日顾大家的所有消费，我醉仙楼包了。好，诗词小道抒怀而已。只可惜，如今这天下看似太平，实则乾坤颠倒，礼崩乐坏，令人扼腕。顾先生何出此言呢？如今新皇登基，扫除奸佞，平定外患，百姓安居，正是盛世之兆啊！盛世，尔等只见表面繁华，可曾见这繁华之下是谋逆窃国的不义之举？叶枫不过一介权臣，趁先帝早崩，女帝年少，把持朝纲，独断专行，如今更是逼宫篡位，此等行径与古之王莽董卓何异？岂是窃国大盗，乱臣贼子？顾某今日便当着诸君之面，数一数这当今天子3大罪。其一，身受2朝皇恩，位极人臣，却行篡逆之事，辜负先帝嘱托，此乃不忠不孝。其二，对旧主沈清城逼宫废黜，毫无君臣旧义，此乃不仁。其三，对结发之妻柳氏越愤柳家，登基后便翻脸无情，严加惩处，毫无夫妻情分，此乃不义。如此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焉能居95之尊？焉配为天下之主？我辈读书人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岂能对此等乱臣贼子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有点意思，没想到朕的名声在外面是这样的。天下第一才子，有意思啊！朕倒要看看你的骨头是不是像你的嘴这么硬。
顾先生此言差矣。女帝沈清城昏聩无能，宠信面首，祸国殃民，险些将大夏江山断送。陛下拨乱反正，重整山河，此乃大功于社稷，大德于百姓。正是。柳氏一族横行霸道，罪证确凿，陛下依法严惩，乃明君之举。且陛下登基以来，政通人和，如何是窃国大盗？顾大家言之有理，毕竟君臣名分不可逾越。陛下确实有谋逆之举，没错，而且手段未免太酷烈。迂腐，尔等只见其功不见其过。叶枫此人心机深沉，冷酷无情。所谓盛世，不过是粉饰野心的遮羞布罢了。看看这些阿谀奉承之作，尽是靡靡之音，毫无风骨，可悲可叹。陛下，此狂生口出悖逆之言，诽谤君上，动摇民心，按律当斩。让人林峰稍安勿躁，杀他容易，但赌不知天下悠悠之苦。他不是自诩有风骨吗？朕的要看看他的风骨能硬到几时。顾先生高论，振聋发聩，在下听了受益匪浅。哦，阁下也认为顾某所言在理？理之一字，见仁见智。不过顾先生方才批评这醉仙楼诗词，竟是阿谀之作，缺乏风骨，在下倒有不同见解。愿闻高见。譬如先生这首征途，气象雄浑，却有上古遗风。然而先生此作空有其形，未有其神，以此批评他人无风骨，未免有50不孝百步之嫌。你懂什么诗词？荒口小儿也敢妄评顾某之作？诗词一道，若无真性情、真见识，纵然辞藻华丽，也不过是纸上谈兵，何谈风骨？顾先生抨击时政，勇气可嘉。但敢问先生，除了在此酒楼高谈阔论，可曾为这天下百姓做过一件实事？可曾为解民困提出过一条良策？说的好像有些道理。顾大家批评当今天子，确实有些偏颇了。你懂什么风骨？我等读书人仗义直言才是风骨。不对，在我看来，真正的风骨是做实事，做对天下有用的事，轻谈误国，实干兴邦啊！此人说得好，轻谈误国，实干兴邦，振聋发聩啊！真正的风骨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检测到宿主写出千古名句，收拢世子之心，觉醒值加200，当前觉醒值5500。好一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先生之言，振聋发聩啊！原来这才是我等读书人的使命吗？此言真乃千古名言，当流传后世。在下受教了，我等受教了。你是何人？在此巧言令色，替那叶枫张目。在下姓叶，单名一个疯子，恰巧与当今天子同名。叶枫，大胆！啊！见到陛下还不跪下！吾皇万岁万岁万岁！陛下，顾先生，好定力！你方才所言，朕都听到了。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骂得挺痛快。陛下若要治罪，顾某无话可说。治罪？为何要治罪？这醉仙楼本就是畅所欲言之地。你说你的，朕听朕的，朕可不会因言治罪。你的诗格局小了点，但比例尚可；你的话偏激了些，但勇气可嘉。朕欣赏有才有胆之人。陛下此言何意？7日后，宫中中秋夜宴，朕邀天下才子名士，顾先生不妨前来，再与朕好好论一论这忠孝仁义，论一论何为真正的风骨。林峰，回宫。是。都平身吧。今日之事不必外传，扰了诸位雅兴。谢陛下。陛下竟如此大度，笑死我了！陛下最后那几句话真有气度。我的天爷，陛下居然来我这小店了！听说今日你在醉仙楼好一番慷慨陈词，还见到了陛下。不错，叶枫邀我参加7日后的中秋宴。哦，他竟未治你的罪。哼，故作大度，收买人心罢了。他越是如此，越显其虚伪。王爷，时机已到。青莲仙子那边，王爷放心，青莲仙子有应我之情，中秋宴上他必会出手诛杀叶枫。果真？仙子她为何肯为你出手？她可是陆地神仙，超然物外。青莲仙子欣赏我的才情，我曾为她赋诗100首。此番我亲赴京城，正是为了请动仙子，拨乱反正。叶枫篡逆，罪该万死。仙子出手，亦是顺应天道。好，若能除掉叶枫，凭本王皇室正统身份，又有仙子支持，登临大位顺理成章。届时，本王必拜你为宰相，
共掌着大千江山。云睿愿为王爷下犬马之劳。陛下，顾云睿出了醉仙楼，去了何处？陛下神机妙算，顾云睿并未回驿馆，而是径直去了城西的齐王府，直至此刻仍未出来。臣已命人严密监视。齐王府，沈牧？正是，齐王沈牧乃先帝幼弟，废帝沈倾城之叔父。陛下登基后，齐王第一时间上表称臣，并与沈倾城公开划清界限。因此，陛下仁厚，保留其王爵俸禄。齐王倒是很懂得审时度势。顾云睿这个天下第一才子，刚在京城骂完朕，转头就钻进了齐王府，有意思。看来朕这中秋宴比预想的还要热闹。陛下，是否要臣？不必，打草惊蛇反而无趣。他们想借中秋宴做文章，朕就给他们这个舞台。林峰，以朕的名义给齐王府下一道帖子：中秋夜宴特邀齐王叔沈牧入宫赴宴，共赏明月。记得帖子要客气些。臣明白，定将陛下的盛情准确传达。朕倒要看看这场中秋宴上究竟是谁在自寻死地。陛下驾到！拜见陛下！皇万岁万岁万岁！众卿平身，今日中秋佳节，君臣同乐，诸位才子名士共聚，不必过于拘礼。谢陛下。是天下第一剑仙，青莲仙子李青莲。他就是李青莲，长得倒是不错，但是想让我当田狗，门都没有。晚辈顾云睿恭迎青莲仙子法驾，拜见青莲仙子。顾公子，不必多礼。今日中秋宴会，希望能看到顾公子的大作。仙子谬赞，云睿一点着作，能入仙子法眼，已是三生有幸。顾公子，随我来。此位尚可，视野开阔，便于赏月。仙子，此乃陛下御作，晚辈岂敢僭越？仙子身份尊崇，倒是可以坐在陛下身侧。僭越，叶枫，这中秋宴本就是你为迎我而设，我能亲至，已是给你天大的颜面。这位置我坐了，你可有意见？意见？意见？仙子此言倒是让朕想起一个道理。这场宴是朕以天子之名设下的中秋夜宴，仙子踏月而来，朕与百官名士皆以礼相迎。但仙子似乎忘了，无论你修为多高，剑道多玄，只要你脚踏之地仍是大秦疆土，你便依旧是大秦的子民之一，朕才是这大秦之主。检测到宿主发出舔狗的呐喊，觉醒值加200，当前觉醒值5700。陛下竟敢对陆地神仙如此说话！怎敢如此？不过是窃据皇位的凡人，竟敢对我言及君臣。他忘了当年是如何仰望我，如何恳求我收下那些俗物了吗？对，就这样。叶枫，你继续狂妄，最好激怒仙子，让他一剑斩了你，省得我再多费周章。喧宾夺主，一刻压住，这便是仙子超然物外的剑仙之道。叶枫，你以为用这种幼稚的方式引起我的注意，就能让我对你刮目相看？你错了，你越是如此，越显你可笑与庸俗。第五，在真正的天道与力量面前，不过是过眼云烟。这柠檬哪来的自信啊？竟然说朕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顾公子，此间喧闹，俗气太重，那边上有雅座，随我来。青莲仙子竟然没有直接发怒，直接杀了叶枫该多好啊！是，仙子请，能伴仙子左右是云睿毕生之幸。陛下，今日中秋家宴，岂能无失？顾大家方才失性正怒，不如再让我等领略天下第一才子的风采。等顾云睿作诗之后，就让叶枫作诗。只要他写不出来好诗，青莲仙子就会进一步厌弃他，到时候杀他，顺理成章。
仙子降临，月华倍增。云瑞不才，愿赋诗一首，请仙子与诸位合证。公子要作诗了，期待呀！没错，能够让青莲仙子引为知己，顾大家的诗定然不凡。浩破当空照大千，清辉似水洗尘烟。蟾宫有桂香暗度，连坐无尘剑自悬。霓裳舞罢云追月，玉笛残吹鹤离天。欲问长生何处觅？青莲一步一成仙。一个连坐无尘剑自悬，既得仙子青莲之名，又暗喻仙子剑道通明，不远尘埃，妙极。青莲一步一成仙，更是将仙子超凡脱俗、步步登仙的意境写活了。顾大家不愧天下第一才子。此诗育而不昧，清丽脱俗，确实。此诗不错，有灵性，一染太多俗世浊气。顾公子之才，让人钦佩。比起某些徒有权势之笔，高下立判。纵登帝位，满身金子，也不过是俗人一个罢了。叶枫，你即便当了皇帝，在我眼中也不过是个庸俗不堪的暴发户，连给顾云瑞提携都不配。仙子过誉了，云瑞微末之才，岂敢与皓月争辉呢？陛下之才胜云瑞百倍千倍，云瑞万万不敢与陛下相提并论呐。陛下，如今正值中秋佳节，何不御赐华章，让我等臣民有幸聆听天籁，意味着中秋夜宴留下千古佳话。臣等恳请陛下赐诗，恳请陛下赐诗。想捧杀我，就凭你们这些废物，也配跟我这个穿越者比作诗？既然齐王和诸位爱卿如此盛情，那朕便却之不恭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何似在人间？检测到宿主写出千古名词，觉醒值加200，当前觉醒值5900。这怎么可能？这是千古名词，不可能！他怎么可能做出这么好的词？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千古绝唱，此乃千古绝唱啊！陛下，老臣有生之年，竟能亲耳听闻如此神作问世，虽死无憾呐！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诗词？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首词写出了我的心境，我的道心，还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这首词是为我写的。齐王，朕这首词可能入得了眼，助得了这中秋佳节的兴。陛下大才，臣叹为观止。此词必当流传千古。今夜得闻，实乃三生有幸。青莲仙子为何还不动手？顾云瑞这废物，被一首词就打垮了。顾公子以为如何？陛下词作宛若天成，意境高远，云瑞心悦诚服。他何时有了如此才情与境界？难道往日种种皆是伪装？还是说这皇位龙气当真能让人脱胎换骨？仙子觉得朕这首俗人俗词比之顾公子的仙诗如何？这首词写的倒是不错，你应该是为我写的。叶枫，你以为这样我就能对你高看一眼吗？为你所写，青莲你也配？这首《水调歌头》是朕写给大遣子民的，是写给今夜守卫边疆的将士的，是写给为对月思亲的百姓的。你李青莲一个自私自利之辈，也敢妄言此词为你而作，简直可笑至极。检测到宿主当众打脸青莲仙子，觉醒值加300，当前觉醒值6200。狂妄！叶枫，区一首词算得了什么？顾公子可是做了上百篇佳作，谁知道你这首词是不是从哪儿抄来的？满堂花醉3000客，一剑霜寒14州。下随口吟唱，竟然都是千古名句啊！这诗句，这才是我所追寻的无上剑道啊！天上白玉京，12楼5城，奸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好一个仙人扶我顶，
结发受长生，这才是真正的长生意境啊！谁还敢说陛下抄袭？这诗句我从未听说过，充满了无尽的想象，只有诗仙才能够做出来。今日我对陛下是心服口服啊！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陛下乃文曲星下凡，世显临世，老臣死而无憾矣。此等诗才，千古未有，陛下真乃天人也！不可能，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等超绝的诗词来？我不信。他做这些事，真的只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用这种方式来证明他已经不同，配得上我。叶枫，没想到你竟藏有如此惊世文采。做这些诗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吗？不得不说，你成功了。吸引你的注意，李青莲。这么多年过去，你这自恋的毛病真是一点没改。你以为这还是当年那个为你四处搜罗天才地宝，只求你多看一眼的舔狗？你李青莲口口声声超然物外，不染尘埃，修的是无上剑道，求的是破碎虚空。可你这身修为，这身境界是怎么来的？没有我当年为你提供修仙典籍，没有我为你搜集的无数天才地宝，没有我耗费心血损伤本源为你寻来先天灵物，你李青莲能有今日陆地神仙的修为，能有这高高在上藐视众生的资格？你所谓的超脱，不过是建立在我耗尽心血的无私付出之上。你享受了这一切，转过头来却嫌弃我俗不可耐，嫌弃我的真心是纠缠。李青莲，你还真是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检测到宿主当众揭露青莲仙子真面目，觉醒值加300，当前觉醒值6500。原主啊，原主，你舔的这都是什么奇葩呀？今日就让我来帮你打回去。叶枫，你放肆！那都是你自愿的，我从未强迫过你。你这分明是得不到我便恼羞成怒。你看看顾公子，他光风霁月，品性高洁，对我只有纯粹的欣赏与仰慕，从不惜恩图报，更不会如你这般内心龌龊，言语恶毒。仙子过誉，云睿愧不敢当。为了仙子，我什么都愿意做。光风霁月，品性高洁。李青莲啊，李青莲，朕刚才说你眼瞎，看来还是说轻了。林峰，把咱们这位光风霁月的顾大才子这些年做下的丰功伟绩，给咱们的青莲仙子还有在场的诸位名士好好说道说道。臣遵旨。顾云睿，罪状1：3年前贪污受贿白银80万两，致使官盐价昂，私盐泛滥，百姓苦不堪言。罪状2：2年前于金陵强占民田3万亩，纵容家仆打死13人，事后贿赂当地官员，压案不审。罪状3：贪财好色，诱骗年轻貌美女子，事后始乱终弃，有7人羞愤自尽，3人被其转卖入青楼。罪状4：勾结齐王沈穆，密谋造反。竟是如此人面兽心之徒！贪污害命，诱骗女子，简直禽兽不如！呸！我还以为他是清流典范，血口喷人，这是诬陷！陛下，这是李凌风构陷忠良，顾先生乃当世大才，怎会？齐王，你急什么？人证物证俱在，卷宗已在刑部归档，要不要朕现在传人上来当面对质？微臣不敢。仙子救我！这些都是诬陷，是叶枫要害我，他是嫉妒我的才华，嫉妒仙子你看着我。李青莲，现在你还觉得他光风霁月吗？你的眼光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差劲啊！怪不得你修为卡在陆地神仙之间，迟迟无法真正飞得大道，踏出那最后一步。想来并非资质不够，资源不足，实在是因为眼瞎。检测到宿主让青莲仙子破防，觉醒值加500，当前觉醒值7000。护驾，金无畏。龙骑卫护驾。对，就是这样。
青莲仙子，杀了他，杀了叶枫，只要他动手，叶枫必死无疑。杀了他，死了我就还有机会。叶枫，你回我道谢，如我青玉。今日我便让你知道，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这帝王权势，你这哗众取宠的誓词，统统都是不堪一击的尘埃。叶枫，今日我必杀你！杀我？李青莲，难道这就是你最后的底牌？所谓陆地神仙，说到底也不过是个凡人罢了。今日就让朕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剑道。剑来！万剑朝宗，你也是陆地神仙？这怎么可能？你明明只是个凡人。朕说过，这世上没什么不可能。陛下竟然也是陆地神仙！陛下威武！我大天真龙天子更是仙道至尊，太好了！不可能，他也是陆地神仙，这怎么可能？你是陆地神仙又如何？陆地神仙，我也能杀。青莲净室，接招吧！米粒之珠释放光华，天外飞仙！啊！检测到宿主击败青莲仙子，威震天下，觉醒值加500。不可能！我的青莲剑道，我100年苦修，怎么会连一剑都接不住？这到底是什么剑法？这不是凡间的剑法。叶枫，你告诉我，你这是什么剑法？朕说了，这叫做天外飞仙。至于它来自何处，你还没资格知道。你修炼100年，却只修得一身傲慢，一双瞎眼，一颗狭隘之心。今日拜你，非朕太强，实乃你太弱。我太弱，哈哈！100年苦修，陆地神仙，原来只是个笑话。叶枫，你赢了，你彻底赢了。滚回你的深山老林，闭关思过吧。想不通，就永远别出来了。仙子，看在我为你写了那么多诗的份上，求求您带我走，我愿意永远侍奉您，求您了。仙子，小王一时糊涂，受顾云睿这奸人蒙蔽，请仙子念在往日小王也曾为您搜集过天才地宝的份上，在陛下面前为小王求求情。诗词、才情、天才地宝，就是你们来污秽我的剑心，来蒙蔽我的眼睛，让我错过了真正的天道之剑。叶枫，是我错了，您的剑道才是真正的无上大道，求您教我剑道，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为奴为婢，甚至成为你的女人，我也绝无怨言。成为我的女人，你不配，滚！陛下，我可以改，以前都是我错了，只要您允许我留在您的身边，哪怕只是远远的看着您练剑，偶尔得到您一句指点，我愿立下天道誓言，此生奉您为主。不，仙子，你怎么可以向这个篡逆之徒低头呢？你是剑仙的！完了，全完了！李青莲在，奴婢在，陛下请吩咐。这2个人勾结谋反，其罪当诛。你既愿为剑士，便用他们的血来证明你斩断尘渊的决心吧。仙子，不要！看在我们往日情分上，看在我为你写诗的情分上，饶我一命！李青莲，你敢！本王乃大夏皇叔，叶枫是篡逆，你助纣为虐，不得好死！天下人都会唾弃你。往日情分，蝼蚁般的凡人也敢和我谈情分？
陛下，奴婢已按您的吩咐处置了逆贼，请陛下检验。剑不是这样用的。奴婢愚钝，请陛下指点。持剑者当有心有魂，有自己所信所守之道。你如今心中只有对力量的盲目渴求与偏执，这样的你不配碰剑。林峰，将顾仁瑞、齐王沈牧尸身拖下去，一律查抄其府邸，株连九族，以儆效尤。臣遵旨。中秋宴到此为止，诸位散了吧。我不配碰剑，不，我一定要学会。叶枫陛下，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无论变成什么样，我一定要得到你的剑道，一定。检测到宿主让李青莲彻底臣服，觉醒值加500，当前觉醒值8000，奖励发放，恭喜宿主获得真仙修为，领悟神通破碎虚空。系统商城开启，宿主可利用觉醒值在系统商城兑换万物。真仙修为，破碎虚空，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有仙界吗？如此说来，我岂不是可以飞升仙界，长生不死？叶枫陛下，我有一个秘密告诉你，是关于沈倾城的，希望你能够教我天外飞仙。沈倾城的秘密？你刚才说沈倾城的秘密？是，陛下，奴婢听说沈倾城被赵宁皇救走后，被白莲圣宗宗主邀月收为了关门弟子。白莲圣宗邀月？白莲圣宗是公认的天下第一势力，公主邀月修为深不可测，据传已是当世真仙，坐下7位清纯女弟子，皆已成就陆地神仙级，就连一方蛮族的大他们也只是邀月公主座下的一位仆人。真仙，巧了，朕刚成真仙。邀月原主记忆里没有这号人，看来不是他舔过的。好，省得恶心。既是真仙，为何滞留人间，不飞升仙界？奴婢听说，真仙虽寿元悠长，但欲飞升仙界，需领悟无上神通，破碎虚空。邀月公主或许尚未踏出那一步。原来如此，破碎虚空，朕刚好会。这么看来，邀月这真仙水分不小，未必是朕的对手。真仙又如何？陆地神仙又如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白莲圣宗若安分守己倒也罢了，若敢为沈倾城出头，这就让他有来无回。宿主霸气宣言：无视天下第一势力，觉醒值加100，当前觉醒值8101万，下一阶段奖励未知。白莲圣宗这名字一听就不对劲啊！7个陆地神仙女弟子，怕不是7个加强版的李青莲，不好对付啊！陛下神威，必能横扫一切。系统打开商城，升仙丹服用后立成陆地神仙，无副作用，500觉醒值1颗，好东西。正好林峰和子龙忠心耿耿，实力应该提一提了。兑换。林峰、子龙，服下。谢陛下恩赐。陛下，臣感觉能一拳打爆山岳。多谢主公，愿为陛下扫平一切障碍。2颗丹药造就了2尊陆地神仙，陛下究竟有多强？宿主提升心腹实力，打造最强班底，觉醒值加200。很好，这才像样。发生什么什么异常？叶枫，给本姑娘滚出来！敢欺负我7师妹倾城，今天我非要教训你一顿！你是何人？我靠，这个世界竟然还有洋妞！我叫艾莉亚，白莲圣宗6弟子，敢抢我7师妹的皇位，来，让姐姐用这双绝世神拳好好蹂躏你一番。绝世神拳？可这位艾莉亚姑娘，你我无冤无仇，这样喊打喊杀不好吧？你懂什么？敢欺负我们白莲圣宗的人都得死！我靠，这都什么跟什么？金发碧眼打拳，这白莲圣宗的女弟子都是什么奇葩？何番狂徒敢在皇宫放肆？凭你
也配让陛下出手？哟，这不是李青莲吗？陆地神仙竟然给人当奴婢，真是给我们修仙者丢脸！废话少说，手底下见真章吧。就凭你，我这一拳30年的功力，你接得住吗？受死吧！雕虫厉青莲，就你这点微末修为，也敢拦我？滚开！今天我要教训叶枫，谁都挡不住。哎，够了够了，这呢皇宫修起来好贵的。你呀，白莲圣宗6弟子，沈倾城的师姐。没错，怕了吧？赶紧跪下给我齐师妹道歉，然后自废武功，说不定本姑娘心情好，只打断你3条腿。很好，那你就跪下。绝世神拳，就这也太弱了。宿主一巴掌镇压白莲圣宗陆地神仙，觉醒值加300，当前觉醒值8600。不可能！你这是什么妖法？放开我！有本事堂堂正正接我的绝世神拳！堂堂正正？你刚才偷袭李青莲的时候，讲堂堂正正了吗？你们白莲圣宗的人是不是都习惯双标了？这姑娘虽然一根筋，实力还行，但这行事风格和台词和白莲圣宗这个还真是绝配。你敢辱我白莲圣宗，我大师姐、二师姐还有师尊，绝不会放过你！他们都是陆地神仙巅峰，师尊更是真仙，你等死吧！陆地神仙巅峰，真仙，哼，朕等着。不过在这之前，你得先给朕一个不杀你的理由。别杀我！我是白莲圣宗6弟子，杀了我，师尊一定会血洗京城，你不能杀我！血洗京城，就凭你们？李青莲，奴婢在。禁锢她的修为，从今天起，她就是你的跟班兼侍女，负责打扫。就专门打扫皇宫里的演武场和教场，用她的绝世男拳给朕把地砖夯实在点。宿主将白莲圣宗弟子贬为侍女，觉醒值加200，当前觉醒值8800。奴婢遵命。我不要当侍女，不要下进去！我是高贵的白莲圣宗弟子，叶枫，你杀了我吧，士可杀不可辱！哦，有骨气，那就杀了吧。李青莲，直接斩了，尸体扔去卫浴花园的井里。听说井里治疗好能带来好运。是。等等，我答应，别杀我！带他去换身搜水宫里的衣服，学学规矩。告诉他，若敢有异动或者传递消息出去，禁止发动，形神俱灭。奴婢明白。Damn you, Fang a devil. When my senior sisters come, I must make you look good. Actually, let me sweep the floor. 再用蛮语诅咒陛下，禁制会让你尝到什么叫痛不欲生。你懂我们寿山古语？我当年游历天下，略知一二。奉劝你老实点，陛下的手段，你才见识了皮毛。当初我比你更好，现在呢？你以前也是陆地神仙，怎么甘心给他当奴婢？他到底是什么修为？真仙？可师尊说，此界真仙唯有他一人。陛下的境界，岂是你能揣测的？至于邀月公主，或许很强，但未必及得上陛下。哼，那是你没见过师尊出手，我师尊才是无敌的。武师姐来了，这下那叶枫死定了。北境军屯改制，河西严正书，江南漕运新规，这皇帝当的比996还累。陛下勤政，乃万民之福，可需奴婢为您沏一杯凝神茶？不必，你体内的剑意静止，运转如何？若有不适，及时说。奴婢无碍，陛下所留禁制，虽知我修为，却也助我斩去不少驳杂妄言，间歇反倒比以往成名些许。能悟到这点，算你没白跪那一场。陛下，夜深了，御膳房盛了参茶，放那儿吧。
这茶谁命你送的？是御膳房李公公吩咐。李公公3日前告假回乡省亲，此刻因在300里外，你是何人？叶枫，受死！陛下小心！千机噬魂散，尸骨透魂针。你是白莲圣宗的五弟子，毒仙海棠。你怎会没事？我的毒无色无味，真仙亦难察觉。毒，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这点手段能有什么用？遁走！朕准你走了吗？你这是什么手段？宿主识破并瞬间镇压毒仙海棠，觉醒值加200。李青莲，给他也重赏禁制，和你那6师妹作伴。奴婢遵旨。别过来！哎，叶枫受死！遁营，一样的招数，用2次就无聊了。哎，不可能！我的不隐遁，师尊宗术难以捕捉，你怎么可能抓住我？七夕隐匿的不错，刺杀时机也算精准，可惜速度太慢，力量太弱。白莲圣宗4弟子罗刹引误。叶枫，你敢辱我白莲圣宗，师尊必灭你大权！废话真多。李青莲，一并重。好的，陛下。宿主反手擒拿顶级刺客罗刹，觉醒值加200。叶枫，我等乃邀月公主亲传弟子，你敢如此对待，师尊定会亲临，将你出魂炼魄，永世不得超生。叶枫，你会后悔的。白莲圣宗的怒火，你承受不起。朕等着。不过在那之前，你们得先学会宫里的规矩。从明日开始，让他们跟艾莉亚一起去洗衣服，记住要手洗。叶枫，你休想！我宁死也不会受此奇耻大辱。想死很容易，但朕觉得让你们活着干活更有趣。李青莲，带他们下去，换上宫女的衣服，教教他们规矩。奴婢遵命。二位，请吧。无毒仙，4罗刹，下一会是谁？看来这白灵圣宗是铁了心要跟朕过不去了。也好，省得朕一个个去找。大将军，妖兽太多了，根本数不清，还有好几头气息堪比大宗师的巨兽。弓弩手准备，滚木雷石，火油就位，速速去禀报陛下。城内的人听着，我乃白莲圣宗3弟子拓跋月，叶枫逆贼欺凌我师妹，亵渎我白莲圣宗威名，现尔等移出乡内，打开城门，赴叶枫于阵前请罪，否则我麾下万兽冲锋，定将京城化为尸山血海，鸡犬不留。妖女放肆！陛下真龙天子，岂容你等污蔑！众将士听令，死守城墙，半步不退！死守不退！死守不退！死守不退！冥顽不灵，那就休怪本姑娘无情了。裴英、月夜溪、天下雄，给我先破开城门！陛下，城外突现无数妖兽，为首者自称白莲圣宗3弟子拓跋月，驱使兽群围城。拓跋月擅长御兽的路人，来的倒是挺快。走去看看。主公，末将愿为先锋，破其兽阵。不必，兽海战术，朕正好试试新玩具。系统，兑换红衣大将军炮300。消耗觉醒值1500点，兑换成功。红衣大炮及弹药，炮手已存放于系统空间，可随时具现于指定位置。炮手记忆生成。凌风，调集2000名臂力强健、心思沉稳的士兵，到东南西北4面城墙指定位置待命。朕赐他们一场造化。臣领命。巨仙，这是我给兽群准备的一份大礼。叶枫，
你以为弄些铁管子就能挡得住我的万兽大军？可笑！儿郎们，全线进攻，踏平京城！目标：兽群密集处，实心弹，3轮起射，放！预备，放！什么？这是何物？换开花弹，瞄准后方巨兽和那吹笛子的，自由射击。换开花弹，瞄准巨兽和妖女，放！我的灵兽！叶枫，你用了什么妖法？妖法，此乃我大前军工科技结晶。我把月轮到你了。朕说过，这黑主一走。真仙，你真的是真仙！师尊救我！你们师姐妹很快就能团聚了。宿主以红衣大炮碾压兽潮，深情御兽天女，觉醒值加300，当前觉醒值9500。死我了！死我了！该死的叶枫，魔鬼！这袍子怎么这么重，料子还这么操守？皆落得讲血义务的下场。师尊，您何时才来杀了叶枫？叶枫，此人他日必百归奉还。我可是御兽天女，这些肮脏吓人的衣服。哎，瞧见没？那个金头发的，这是真的，搓衣服跟打拳似的。那个穿黑衣服的，洗得好快，说是脸臭的，像别人欠他钱。最边上那个，听说是什么御兽的仙子呢，现在连块脏布都洗不动，真是吓死人了。都麻利点儿，太阳落山前，这些衣物都要洗净晾好。陛下吩咐，谁洗得不干净，今晚没饭吃，还得加罚7尺马桶。你敢！我死，我死！一定是死。看来他们适应的不错。陛下此法胜过千般酷刑，昔日高高在上的仙子，如今沦为江喜不复，怕是比杀了他们更难受。只是白莲圣宗连损4位陆地神仙弟子，那公主邀月恐怕不会善罢甘休。主公，末将愿日夜巡守宫禁，以防偷袭。邀月，若他执意要为徒弟出头，朕不介意让这天下第一势力换个主人。宿主掌控全局，威慑天下，觉醒值加100。9600点觉醒值，距离下一阶段奖励很近了。系统商城里的好东西不少，得留些点数以备不时之需。今日完毕，回去用饭，明日寅时准时到此。还来？我等知道了。Girls help girls！ 师姐们，师尊，你们真的能对付这个魔鬼吗？叶枫，你犯上作乱，囚禁我军，大逆不道，天地难容。今日本座亲临，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自废修为，交出皇位，否则今日便是你的死期。邀月公主，好大的排场，带着这几个丧家之犬来朕的京城交战作诗。叶枫，你闭嘴！我才是大夏正统皇帝，你这个窃国逆贼，你怎么变成了这副冷酷无情、利欲熏心的模样？沈虔诚，朕变得冷酷无情，那你呢？你宠信薛怀玉，不顾百姓死活，你为除掉朕，做城池，引蛮族入关时，可曾顾过江山社稷？朕今日坐在这个位置上，
不是在享受帝王之尊，而是在替你沈倾城赎你造下的孽。你有什么脸来质疑我？叶枫，你逼中篡位，手段狠辣，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还是说权力真的让你迷失了本心？对，叶枫，你就是嫉妒我，嫉妒陛下喜欢我。如今仗着修为高，为所欲为，邀月公主在此，定会为我们主持公道。闭嘴，赵霓凰，你这个愚忠的蠢货！当年若不是我，你早就死了。你有什么立场来质问我？沈倾城的父亲杀了你全家，你没想着报仇，却来质问我，你对得起你赵家全族吗？叶枫，你执迷不悟，罪大恶极。今日真仙降临，你必遭天罚。我遭天罚？我乃大前之主，是这天下帝王。你们这些白莲圣宗的叛逆，见朕为何不拜？叶枫，任你巧舌如簧，也改变不了你篡逆的事实。洛神惊鸿，倾城，拿下他，废去修为，押回圣山。是。陛下，蝼蚁再多也只是蝼蚁，朕真仙，你竟也是真仙，这怎么可能？没什么不可能的。姚月，你真以为真仙就能够为所欲为，敢来京城撒野？就把命留下来吧！宿主一掌镇压白莲圣宗3大弟子，震撼全场，觉醒值加200，当前觉醒值9800。叶枫，本座倒是小觑了你，想不到在这凡俗王朝，就能诞生你这样的真仙。看来你的身上有大秘，大机缘。朕的秘密与你无关。姚月，你若此时带人离去，发誓白莲圣宗永不踏足大前，朕可既往不咎。离去？叶枫，你镇压我4位弟子，辱我白莲圣宗威名，今日你必死无疑。此乃本座本命仙宝月华剑，在此界中，我即是主宰。叶枫，献出你真仙本源吧。月华剑，领域之有点意思，可惜华而不实，天外飞仙。不可能，这是什么剑道，竟能斩断我的本命仙宝？这是天道之剑。姚月，你空有真仙修为，却心中无道，只有贪婪与偏执。今日我就替天行道，杀了你！公主，好一个叶枫，好一个天外飞仙，是本座低估了你。但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本座苦修千年，岂能败于你手？今日便以这京城100万生灵之血魂为祭，助我冲破桎梏，强行飞升。叶枫，这都是你逼我的，血祭苍生，破碎虚空。妖月，你敢！妖月，找死！检测到妖月玉血祭100万生灵，触发终极危机，觉醒值加200，当前觉醒值1万。奖励无上神通破碎虚空，仙王修为。姚月，而你邪魔外道，也配妄谈飞升？今日朕便让你见识何为真正的破碎虚空。此界生灵自有其命，二之邪阵，给朕破！不，这是什么神通？我的法力，我的境界！不，叶枫，住手！我认输！
不愿带领白莲圣宗臣服，放过我！迟了，当你对无辜百姓举起屠刀时，你的结局就已注定。虚空无尽，万法皆空，死！陛下万岁！陛下神威！谢陛下救命之恩！陛下，朕乃无少先王，严处法随。宿主施展破碎虚空，灭杀真仙妖月，拯救百万生灵，完成救世壮举，觉醒值加1万，当前觉醒值2万。系统奖励：仙界坐标指引，飞升通道开启权限一次性。沈清城、赵明皇、南宫婉儿，你们口口声声正统、忠义、情分，可曾睁开眼看看这因你们而受苦的天下，看看这些因你们而欢呼的百姓？朕今日不杀你们，非因旧情，而是觉得杀了你们太便宜。朕要你们活着，亲眼看着一个没有你们脚爪的大钱如何海晏河清，如何国泰民安。朕要你们用余生去反思，去忏悔。叶枫，你赢了，是我错了。叶枫哥哥，我愿意忏悔。你能回到我身边吗？到现在你还在幻想。沈倾城，如今你也该面对现实了。叶枫哥哥，不，陛下，你活错了，我无颜再见你，也无颜再见9卿之下的赵家列祖列宗，奴婢知罪。李青莲，奴婢在。废去沈倾城、赵宁皇、南宫婉儿3人修为，抹去关于修炼的一切记忆，将他们安置于京城近郊慈航庵，带发修行，青灯古卷，了此残生。遵旨。对于这个祸根，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都是他们勾引我，我是无辜的，我要当牛做马。李青莲，杀了他，尸体扔去乱葬岗。是。朕叶枫承天命，行乱世，定大钱。而今内外尽平，奸邪伏诛，盛世已开。今日朕之沉冤已了，大将军李凌风忠勇无双，体恤百姓，深得朕心，可成大统。即日起，朕叶枫传位于李凌风，尔等当尽心辅佐，共保大钱万年。陛下不可，臣何德何能？凌风，你是我最信任的义子，也是最适合的人选。记住，为君者当以民为本。这大钱交给你了，哈哈哈哈！诸位珍重，朕去也。原主，你的烂摊子我给你收拾干净了，你的舔狗债我也一笔勾销了。从今往后，叶枫之名于这凡间是传承，于那仙局将是新的开始。这一波不亏。恭送父皇，不，恭送先尊，儿臣必不负所托。恭送先尊，先尊福泽万年。舔狗觉醒，逆天改命，沉冤斩金，仙路独行。叶枫的故事于此界终结，却在那更高的苍穹刚刚开始。